这几个月新闻里铺天盖地的都是让人揪心的消息。印度遭遇极端热浪，多地气温逼近47度，欧洲多国接连打破历史高温纪录。而这轮欧洲热浪里，短短10几天，光法国一个国家就有超过70多人为了降温跳进河里、湖里，却再也没能上岸。哇哦！他们大多是年轻人，其中还有一名21岁的青年足球运动员。他们不是不会游泳，但很多人纳闷了，大夏天游泳不是最基础的消暑办法吗？对，怎么反而成了催命符了？对。所以当时我好像是当时在多伦多看到这个大屏幕上，就是这个西班牙的这个街上，是42度，我说我看错了吗？42到45度。这就是在热浪之中呢，就是怎么去自救，实际上是个最隐蔽的这个陷阱，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基本常识。对，怎么去处理。更让人揪心的是，法国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热浪最凶的那一周，光是死在家里头的人数就比平时暴涨了超过90%啊！哇，这么高！这个时候大家没发生在自己身边，是大家不注意的。对。光法国、比利时、荷兰3国的最新统计，这轮热浪期间超额的死亡加起来已经超过3700人，这是在欧洲啊，是在这个很发达的国家。这么高的啊！对，这个数字挺触目惊心的哈，因为大家都没有想到，因为这个是我们看的是数字，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个活生的人，完了背后有无数个家庭。是，还有我们去欧洲旅游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欧洲的住户，他们基本上家里是没有空调的。所以今年呢，我们中国的格力空调也在那块卖的特别火，是很抢啊！对，抢不到，好像听说所以呢，物理降温呢就显得特别重要。对，就是在这种极端的考验下呢，就是说，其实这样的事情离我们并不遥远。在渥太华我们也有体感了46度的那一天，那一天也温度也非常的高，还有暴风雨，所以许多家庭的电网都瞬间瘫痪了。我们家瘫痪了2-3次，我们家也是，好像卡拉塔很多的线路它都不是地下。所以一有暴风雨啊，这种极端天气啊，它就极容易断电。对，它比就是说埋在地下更容易断电。所以我们家这也是加拿大渥太华呀，对，46度还容易断电。对，所以紧接着美国独立日周末，华盛顿也创下了历史最热的国庆纪录，1亿6000多万人同时收到了高温警报。这还是7月份，还8月份，还2个月，秋老虎还没来呢啊！太可怕了！想想是全世界的啊，对，全部都热起来了。你再想一下，如果当时窗外像个巨大的蒸笼，然后屋里的空调你瞬间给停了，然后一片漆黑屋里面，这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是赶紧开窗通风呢，还是把电风扇对着自己狂吹呢？在这种极端的这种高温的情况下，最危险的不一定是没有办法，而是我们凭直觉做错了第一步。对，就刚才说的，想到什么我立刻就做了。对，你说的电风扇对着自己狂吹，是不是那种小电风扇呢？都断电了。对，喊电风扇。对，我没有补充完整，就是那种带那个充电器的那种电风扇。是。但有时候断电的时候，这个充电也只能是用一次。对，所以极端高温加上意外停电，往往会把一个家庭推向最脆弱的边缘，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时候。是，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们不聊什么宏大的气候叙事，只聊在极端高温下关乎你和家人平安的实用物理自救智慧。听完这期节目，你会得到一张非常具体的高温停电生存清单，你会知道人体隐藏的3个散热开关在哪，会学到厨房里就能调配的续命水比例，更会明白在没有电、没有冰块的极端情况下，如何利用房屋结构和老祖宗的古老智慧守住衣物清凉。
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地方的问题根本不仅仅是太热，而是没有空调，或者有空调就碰到了停电这种情况。对，这时候怎么办呢？对，我们就要重新捡起我们那些就是说被我们这一代已经遗忘的，对，或者是我们小时候做过的接地气的生活智慧。其实大自然和物理学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依然给我们留下了生存的活路。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些老祖宗的智慧，用现代科学的眼光重新翻出来给大家看一看。那都是宝贵的财富啊！这些意想不到的这些考验。在这个考验之下，那有些很多技巧，有一些常识，一些生活的点点滴滴的东西。那么不仅能够我们自己学会了，帮助家人，还可以帮助邻居。对。那么如果看完这期大家都觉得就是对自己有所启发的，欢迎转给这个周围的朋友和家人。不是为了自己 ，OK， 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小常识，打开我们的这个小铃铛，订阅我们的这个频道，然后我们一起来分享有用的信息啊。那么就是说大家记住，就是有一些信息大家可以做一点记录，可以告诉一些家人和告诉周围的朋友。那我们就从最紧急的救人开始聊起。假设现在停电了，屋里越来越闷，我们常听说热射病，很多人总觉得这就是中暑了，躺就好。可是 Jenny 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不过直到听到那个专家解释，我才觉得，哎呀天哪，吓出一身冷汗，原来是错的啊。其实从医学的那个角度上来看，当你那个核心的体温被那个高温活生生的逼到40度的时候，你体内的蛋白质其实已经就像生鸡蛋一样，生鸡蛋不是里面是液体的，然后就活生生的因为热度加热以后，它变成不可逆的，变成凝固的那种状态了。这样子呢，你的那个体内的器官呢，就好像被那个内部的高温呢，慢慢的就像鸡蛋一样被煮熟了。40度啊！呀，就是因为被煮熟了那种感觉，就是会引发什么？会引发你身体各个器官的那个器官衰竭，所以这种死亡率很高的，达到了50%以上。你说可怕不？哇，这太可怕了！没想到。那么大家肯定只有在发高烧的时候经历过40度，但是如果那个时候还短暂，吃个降温药就没了。对。但这个周围气温那么高的时候，大家要注意，遇到这种情况有4个字一定要记住：停、移、降、叫。那么什么是停呢？就是停止所有的体力运动。人只要在动，身体就像发动机一样，就产生更多的热量。千万不要逞能，赶快停下。第二步是移，那移动到家里最凉快的角落啊。那么在北美这边呢，就地下室，但是要记住家室其实有除湿器，就是也不要太那个温，就是那个就是这个水蒸气特多，要远离自己这个西晒的这个窗户，有地下室就往地下室走，因为那在室外我们就移到大树底下了。对呀，这是很重要的。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物理学常识，就是热空气是往上飘的。对，所以呢，一般都是往地下走啊，地下室啊，对，凉下来了。这是这2个字，记住。第3步呢？第3步呢就是降，把人体的体温降下来。而不是整个房子的温度，那就是脱掉衣服，那个用凉水打湿大面积的皮肤，对，就像我们那个发高烧的时候，对，也是就是脱掉衣服，对吧？那个用那个温水，这块是用凉水打湿，对，大那个对面积的衣服，比如夏天嘛，完再配合扇扇风，对。这时候最忌讳的就是冰水浇头，或者猛洗那个凉水澡。原因呢，就和刚才说的一样，血管一收缩，热量反而被锁在体内，散不出来了。对，所以我们要找的那个身体的散热开关呢，也就是几个脉搏点，在那块降温，效果最明显。颈部、手腕，对，颈部、手腕。
对，还有哪儿？腋下，对，还有开关，对，还有那个腹股沟，对，腹股沟是这个大腿的这个根儿这块儿，还有那个国内呢，就额头啊，记住这几个开关啊。对，发烧的时候，就是拿那个凉水毛巾呀，或者你那个家里有冰块的，把那个冰块外面裹上毛巾，敷在那些就是开关上。对，开关上。有的还把那个你实在家里没有冰块咋办呢？就是你买的那个袋儿装的，比如说玉米粒儿啊、豆腐豌豆粒儿，对呀，这冻的呀，对，冻的呀，你这不照样外面裹上一层毛巾，不是可以敷这些地方吗？对，是吧？你看咱多聪明，就敷在这些，其实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敷在那个血管，其实表面非常浅的地方，这些都是啊。其实就是这种物理降温，其实比你刚才咱们说的，比敷在你额头上，作用更好。是，对，作用非常好，有效率是高于10倍了。哦，对，所以就是说是那个，等于给物理做那个循环。对，但是还有一点要提醒啊，你别为了降温，你把它一直敷在你那些皮肤上，因为有些人。就那个你不敏感，它敷的时间长了会把你的那个皮肤冻伤的。你要考虑到这一点。所以这时候如果家里面有那种带蓄电池的小电风扇，是不是应该直接对着狂吹就可以了？刚才说的，对，特别我们的那个年轻人特别喜欢，就是拿着那个带那个蓄电池的小风扇，他们也觉着很酷。完了那个就是动不动就是望着那个身上狂吹。其实这又是一个生活陷阱。如果室内超过了35度，你呢皮肤是非常干，完了又去狂吹这个风扇吹出来的其实是热风。因为室温就是35。对，完了就像烤箱里的，它会弄出一个热风循环，反而加速你脱水。这还是有技巧的。对，所以是正确的生活法用法是皮肤必须是湿的。对，当你拿湿毛巾擦一擦，或者喷点水，这时候小风扇一吹呢，水分就这个技巧很重要。我朋友的朋友就是在前段时间打这个就是踢足球的时候啊，他突然。这不仅是踢足球，我打羽毛球的时候也是有人就是突然心脏不舒服。这个当然有人这个怎么判断呢？当你发觉他说话有点含糊，走路有点不稳，甚至抽搐的时候，就千万不要犹豫，因为这边的911他们都这个里头就加拿大这边的，包括国内我相信一样的，都有那种紧急救助的最需要的东西。对，包括就是怎么去起搏呀这些东西，包括呢，因为在加拿大有这种大家就是那个911就是这种救助的这种就叫有证书的，大家就是紧急救助教你怎么样去在第一时间之内能帮着他起搏。那在救护车来之前我们应该怎么办？这很重要，你应该把这个人呢，你移到这个比如树荫下呀，然后潮湿的地方给他就是打湿这个面孔啊，给他物理降温啊，这样子的话保持这个体温能够稍微降下来。对，所以呢一定要阴凉的地方抬过去，所以这也很重要。对，当你把它那个人已经挪到了阴凉处呢，还有一点我们要记住，就是说不要给他就是说喂水，我们习惯于觉着让他喂一下水，就看电影啊。对，其实这个是不对的。他那个对方呢，因为这时候已经意识不清了，所以他那个有吞咽困难。或者正在呕吐，这时候呢，你那个水就会呛入那个气道，那新的危险就出现了。对，这时候不要就影响呼吸了。对，不要你那个有个矿泉水，赶快给他喂一口。对，又学到一招。那个 Wilson 网上常说，就是中暑绝对不能碰凉水，凉水会让咱们的那个血管那个收缩嘛，把那个热关在那个身体里。这是真的吗？对，这个呢是要就是不能一概而论日常的降温呢，用这种洗凉爽的这个淋浴啊，用凉这个毛巾擦身啊，把手脚浸在凉水之中呢，这个都是大家一般都是这么做的。日常降温呢，确实不要用太冰的水。对，那高温天气，如果我们想要去
游泳应该怎么做才更安全？肯定有一些提前的这个准备工作。对，所以我们要选择就是说那些允许游泳的地方，还有管理员或救生员的安全区域。对，还有就尽量不要一个人独自下水。是也不要那个酒后游泳。像酒后不能驾车，同样的也不宜游泳。是对，还有不要从那个就是桥上了，就是岩石上了，或不熟悉的岸边，太着急了，直接就跳下去了。那咱们看那些视频，好多年轻人耍酷，不就是从我要跟上小岩石上年轻人，对，因为底下的暗流和那种深不见底的是因为水草，很多人就是会游泳都会出现事故。对，那再回到刚才那个，他怎么做一些这个准备工作？你要先用水把那个打湿那个头脸，完了身体，然后你再进入到水中，它有一个缓冲的过程，也让身体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所以大家最近看这个游泳比赛不？那些专业运动员首先什么拿水拍这，就在对，专业运动员都要做，这是有道理的。对，那正常的这个人更应该要这么做。对，所以就是说最危险的一个动作就是。然后这看到说，哎呀，天这么热，我赶快跳下去。天哪，这就是刚才那个咱们视频开始的时候说法国那些年轻人跳进去，有人就出现了生命危险呢。所以我们要给我们自己的孩子要说一下，特别是年轻人啊，去一个陌生的环境啊，会游泳，一跳进去，你不知道底下是岩石、是深渊、是水草，所以呢，一定要非常小心。有一点也需要提醒大家呢，就是你看到了别人落水，但是你呢并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如何去救人？对，然后你就非常的着急的跳下去了。其实那时候那个就变成2个人有危险了。所以我们那时候要冷静。对，先呼叫救援，再把那个救生圈或者浮板。或者你身边的能够漂移的物体，你忘了咱们看电视经常一个棍子，扔过去，扔给对方，对，这很好，对，又保护了自己，又给别人生存的空间。对，如果你你是经过训练的，对，那你当然可以就是说跳下去那个救人了。也欢迎这个电视机前的不是这个屏幕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去拿这种急救员的这个证书啊，在渥太华，在加拿大每个城市，包括国内的很多城市都有这个考这个救急。我觉得这个东西对家里人和对周围的人都有帮助。对，所以我觉得巴黎今年的这一个做法啊，我觉得挺值得深思的。就是高温一来，越来，因为天气热嘛，越来越多的人肯定就找凉快的地方，就到河边去降温呐，或者运河边上去降温。但是你的城市只贴了一个标志，就是说是禁止下水，不能下水的这一个牌子，大家没有办法下水，却给不了就是普通人安全降温的一个地方，你没地方了，家里降不了温，你河边运河也不让下河，对吧？其实你一个问题没有真正解决掉。是的，所以巴黎政府今年还是不做，从7月4日起，他们呢就在那个塞纳河、圣马丁运河和维纳特这个水池等一些指定区域，因为有一些指定的一些这个救护员去看管也设置了一些码头啊、淋浴设施，同时就是禁止大家直接就是说从行桥上跳水这个必须到指定的区域去游泳因为那些地方是比较安全的。还要提醒高温时不要突然立刻这个要先冲凉这边还是比较常见，就是先冲凉，先打湿一下这些降温的关节，然后慢慢要逐步进入这个。对，我觉得这件事最打动我的，并不只是开了几个游泳点，而是他提醒我们，真正好的保护不能只告诉人们你不许做什么，而是要给人们一个更安全的选择。告诉一点技巧，提醒，然后保护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都应该做的。对，那我们刚才聊了怎么样照顾我们的身体，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房子因为房子因为很多人的直觉房子也需要照顾对呀，因为很多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房子里。是因为大部分人的直觉第一反应就是把家里所有的窗户都打开来，这样子透
凉气哈。Wilson 这样做对吗？这个要看这个具体的环境是什么。我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也有一次就是夏天温度非常高，那个时候呢肯定也没有什么空调，而且肯定在白天就是说热的时候关上窗户，拿一点就是凉水啊。我觉得就是在国内，其实你别说下午还是很热的，必须得等到傍晚或者更晚的时间，你那个窗外才能真正凉下来。对，你这个时候才能够把那个窗户打开。对，而且呢，他们老人确实还挺有智慧的，他们就要把屋子里形成一个穿堂风。小的时候我们成天说穿堂风嘛，他们真的就是那个对流啊，对，就是形成对流。哎呀，那个时候那个风真是凉快啊，就相当于把闷了一天的家里的那个热空气一下子就给散到外面去了。这也就是你们前几天谈的去的欧洲旅行啊，你看他们那个就是没有空调，但是非常热，西班牙，它那个巷子的很窄，就为什么做的那么窄？就为了形成对流。对，这就是古人还是很聪明的。对，这就是古人的这个智慧，这叫什么？人家专门有一个词儿叫夜里开窗的智慧，知道吧？建筑学也有一个名词叫做夜间排热，这都是有说法的啊。我没想到旅游也能学到很多东西呀。然后我听说还有一个叫做古老的湿窗帘法。哇，这么多！这个我听过。要看你在什么地方。在特别干燥的时候，到了傍晚，就是即使这个室温已经降下来，但屋里还是闷，就把窗帘给打湿，或者挂一条这个湿的这个床单在窗前，因为晚上有微风啊，通过这些湿的这个就是这个布窗帘，就水分就蒸发，吸收的热量就降了温，吹进屋里的风就会变成凉爽的风，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但如果是温哥华这种地方，这加拿大这边本来呢就是很湿热的天气，特别是这个夏天，过度用湿毛巾去挂床单啊，反而会更加适配的温度，难受死了，更难排汗，所以要配合空气流动。不能生搬运套，看你这边是这种湿度高啊，还是湿度高、湿度低？看来在我们这儿是不适用这个方法的但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实用的，因为特别是那个天气干燥的。对，我看我妈妈她倒没有把那个窗帘打湿，但她有的时候会端一盆水放到那个厅里或者卧室里。对，她也是想用同样的方法。好办法，好办法。我再给你介绍一种更接地气的方法。因为热空气是往上走的哈。如果你家里如果是有那种瓷砖呀或者水泥地的时候，你就先把那个地毯收起来吧铺张凉席，然后直接就可以躺在上面。这是我们想的都凉。小的时候，而且我记得我父母那个时候把那个睡之前还把那个凉席用那个凉毛巾再把它擦一遍。我也有这个记忆。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记忆。躺在上面，哎呀，你就觉得你身上的那个热量全部被吸走了，对，舒服的不得了。对，但有一点要注意啊，热的时候有一点这个生活常识一定要注意，就是说不管屋里有多闷，千万不要为了照明啊点蜡烛，因为有时候是停电嘛。对，也不要在屋内使用这个卡式炉，因为那个没电了，你要烧饭呀，也就是你要用也得到户外用。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大量出汗了以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会去拼命的喝白开水。对，但是这个里面会有一个反直觉的知识点，因为你如果喝法不对的话，反而会更加危险。那我就是这样啊，我就是不停的喝白开水。对，我有个坏习惯，我要么不喝，我一喝一大堆。实际上这个呢，这是一个当然了，就是也不要过度的恐慌啊。对大部分人的补水呢，喝白开水仍然是最安全的首选。但是呢，有一些技巧，就像我这种，你不要等到你渴了才喝，就稍微晚了。那我觉得大部分人也都是渴了才喝。对，特别是不喜欢喝水的这种这是不好的。
少量多次是最好的就是平时就是一个大水瓶，就医生说的没事的可以喂几口那么真正的水中毒呢，就是那种恐慌的，也就是稀释性的低钠血症，通常是在短时间内喝下远超过身体需要的大量的水所以呢，尽量避免大量一下子喝过多，但这种的概率还是比较低所以大家要养成一个习惯，在大量出汗极端的情况下，也不要猛喝，要正常喝小几杯，后拉长点这个频率，就不会有那个过度的风险。所以白开水还是对人是最重要的饮料。对，我觉得我还需要补充一下，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出现了那种大量出汗，然后出现那种症状，比如说抽筋儿明显的你就开始乏力了，或者你开始觉得头晕恶心，但你还挺清醒的，能够那个吞咽的那种状态下，其实你光喝白水是不行的。对，这个提醒很重要。对，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因为你那个出汗了以后，你那个汗水已经带走的不仅仅是水分了，还有你的那个很多电解质需要电解质里面的那些钠呀、钾呀。这个时候呢，其实很简单，除了你说在 Costco 要买那种可以更方便一点，我们自己在家里可以调一个简单的电解质水，就很有用了。对啊，那是怎么调？那你就听听他怎么说的。怎么调？所以呢，这个我刚才说了，在 Costco 有这个准备的这个电解质水，像自己在家的时候呢，可以自己做就说呢，这个怎么做呢？一升干净的这个温水，加半勺的这个食盐，大概就是半勺是多少？半勺就是那个啤酒盖的一半再加6平勺的这个白砂糖，那就是6个啤酒盖的糖，对，半个啤酒盖的盐，对，再加水，对，加水，然后有柠檬就放一点点柠檬，没有也没事儿。但这就是自己配的电解质。再假设比如有点西瓜啦，再有点这个香蕉也吃，因为这个里头就是你身体出了大量汗，带走了钾。你是有点虚脱的时候很重要，实际上不是我们正常人这样子。那个现在是大家踢足球那么热的天，他们补充的也是这些东西。那为什么一定要加糖啊？对呀，我也觉得奇怪，为什么要加糖，要加那么多？就那个为什么要加糖呢？那个这里的生理学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的小肠在吸收那个钠离子的时候，需要葡萄糖同步搭把手。对，糖就像个搬运工。糖也不是全是坏处现在我们减肥一谈糖摄这个女士注意了，糖有时候要注意，也很重要的对，它那个拽着盐分和水分一起被身体快速吸收，所以这里的糖不是为了好喝，是因为让你身体呢更快把水和盐就能吸收。看来这个糖很重要，像一个催化剂一样很快。葡萄糖对，糖水。除了你刚才说那个简单的那个做那个电解质水，我再给你来个升级版的。不错。对，如果你家里正好有个柠檬的时候，然后你这个时候同样1升水，然后拌那个什么葡萄那个什么盐半勺的那个盐，然后6勺的糖，然后再加小勺对，半个柠檬汁水，哇，这好喝对，加1-2勺的蜂蜜也不错那味儿还是挺好的因为柠檬里面为啥呢？因为柠檬里面本身就有天然的那个钾离子就正好补充上这个电解质的这一关了，不错，而且喝着是不是比刚才那个味儿更好点？对，是，完了顺口嘛。对，这呢提醒这个屏幕前的观众们，在手机里备忘录里加一下，就自己怎么来调这种电解质的水，无论是升级版的还是基本版的，味道甜咸的，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喝的那种葡萄糖水。但真正到了热浪这个袭来，家里又停电的时候，这一杯可能就是咱们身体最需要的续命水而且我在这里还想强调一下，有心脏病、肾脏病、糖尿病正在服用利尿剂这样子药物的人，或者平时被医生要求限制水分和盐分的人，不要擅自大量的补盐和
补水最好是问一下医生或者是药剂师，就是说我的药物会不会影响出汗呢、口渴啊、血压或者是体温调节。你这个提醒还挺严。对，这是最极少数人，就是说他的医生嘱咐过的。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怎么解暑啊？也要问一下周围的这个药剂师和问一下自己的医生，但这是少部分人。对，是聊到这里呢，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古时候没有电也没有空调，人到底是怎么熬过一个又一个的酷暑？这要问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先问问中国人。因为我们中国人在这件事上，其实就是老一辈，其实就是真的是我们就是老前辈了。因为你们知道吗？早在3000年前，在周朝的时候，人家朝廷专门有一个官职叫做伶人。这个伶人是干啥的？就是他的工作就是说，每年冬天的时候，带人去河面上凿冰，把那个冰运到那个地方，运到那个皇宫里面，或运到什么地窖里面，专门等到夏天拿出来用。厉害，这个冰会存藏那么长时间啊！你想想3000年前，这我佩服这中国人的智慧啊！对呀，所以才看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还是很厉害。对，他们还不仅是随便拿块冰就降温这么简单呢。周朝人他还发明了一种叫冰鉴的青铜器。周朝的青铜器大家都是非常出名的，是吧？外面呢有一个大方壶，里面呢放一个小壶，中间填满冰块，就像刚才你讲的说的那个陶罐，大陶罐，完了再小陶罐，这块是大青铜器，套一个小罐，中间夹的是冰块。对，酒和肉呢就放进小壶里，冰在外面镇着。所以呢，这就是人类最早的冰箱，在周朝就有了。那我赶快让欧洲现在的这个学起来，兄弟姊妹们学这个很有用啊。对。很实用啊！你想，它这是3000年，所以比今天现在的冰箱早了3000年，哇，太厉害了！原来古人过日子还这么讲究啊！人家富人很讲究的。对啊，还有一个专属的冰箱管理员。我们现在停电了，连个像样的冰袋可能都找不到。对，实际上到唐朝的时候，更绝。他们发现这个硝石溶在水里会吸走大量的，就是中国人的这种智慧啊，这种经验，这不叫智慧，还就是经验啊，就是生活这个阅历啊。他发现就是这种硝石能够把水一路冻成冰。天哪，我都不知道。这差不多是人类最早的化学制冰制冷了。哇！所以你说中华文化这里头有多少精髓啊？对，我们做了这期节目就做制冰，学了这么多。我的中国文明的这个文化文明的伟大啊！后来就这门手艺呢就流落到民间了。长安城里还出现了专门靠卖冰发财的商人。哇塞！天哪，你说那时候没冰箱啊？既然那么长，就大家都那么早，大家都能够知道怎么制冰了。对呀，这个交给这个我们欧洲的兄弟姊妹们哇，硝石。所以你看，追清凉的这件事情，人类几千年就开始很拼了啊。那个时候的智慧是跟着太阳、风和水的脾气走的，不是跟它硬碰硬，对吧？我真的佩服这个咱们咱们这个中华这个文化呀，这种经历呀，这种生活的经验啊，你不做这期节目，肯定我还不知道，真的啊。对，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我们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智慧。对，其实呢这种类似的智慧呢，全世界也都有。对啊，就一到了葡萄牙那个西班牙，发现的那种古人是怎么就是降温的。对，还有呢，中东和北非呢也有一种风塔的建筑，就塔顶呢专门普风。把凉的一点空气呢引进屋里头，然后庭院式的住宅呢，就是说靠特别厚的墙挡热。那就是刚才他说我们在西班牙对那么厚，而且不做的那么窄。对，那也是散热的一种好方法，对，热气挡住。对，完水还有水面。
用水来调节温度，还有植物调节。对，所以呢，核心都是同一句话，就是不是制造冷气，而是顺着自然的脾气呢，跟他商量着来，顺着自然走。对，太对了。所以我们要适应。翻译成今天我们能做的事情，总结一下就是4句话：白天挡住太阳，晚上散掉热量。人的活动尽量安排在清晨和傍晚。对，最热的时候，什么都不要硬撑。还有过去的人常常坐在门口啊、院子里啊，对，彼此都能够看得见。谁家今天没有出来个人，谁家的窗户一直关着，邻居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可是我们现在的生活住得更加私密了，方便是方便，但是也让很多事情可能发生在紧闭的门窗背后，没有人第一时间就知道，这样反而产生了危险。对，是，是的。所以呢，我在这里大家可以分享一个非常小但是非常温馨的一个习惯，写下2个名字啊，因为两个你会在热天主动联系的人是你的长辈或者你亲密的朋友，让他们知道这几天要反过来问你一句，就是你那边现在多少度啊？是不是特热啊？有没有喝水啊？要不要一起凉快的地方待一会儿聊聊天啊？这些话听起来平常，但在极端的天气里，一个人最大的危险，有时候不是家里有没有空调，是不是有没有人就是知道他已经撑不住了啊？所以特别是你年老人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告知这个周围的这些朋友会提醒电话问候一下我们也注意这点很重要，因为现在那个就是孤单的老人，还有就是说都是独居的，是非常大的一个数量。对，所以既然聊到了准备，那我们把今天所说到的实用智慧浓缩成一张可以随时拿出来看，然后可以贴在冰箱上面的清单，这样子当热浪或者是停电来临前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我们需要准备些什么。好呀，我觉得你这个提议非常好。我先来说防暑补水的这一组，我来说一下，就是如果室外的温度计超过了31度的时候，你就应该考虑去这个公共那个避难所充电风扇。配那个就是咱们说的那个电风扇的那个充电宝了然后要准备好足够的饮用水，还有电解质水。家里呢也要准备一些那个运动饮料，因为那个本身就里面含有电解质。我这个充电宝，我提醒你一句，就尽量买那种可以用太阳能可以充电的，因为有时候会停电，所以呢记住你买那个这个就是太阳能可以充电的。对。对，那我就来说那个空间安全这一组吧就是那个浅色的窗帘呢，或者纸箱板呢，它不仅能那个散热它还可以遮阳用。对，那个还要那个配备一下手电筒和备用的电池。不要使用蜡烛照明。还有重要的一条铁律，就是发电机、卡式炉绝对不能在室内车库或半封闭的空间使用。它离房屋就像王美刚才说的，至少6米。对，最后一组也是最温暖、最温馨的一组，我们管它叫名字清单。特别是观众自己一个人住的时候，写下2个会经常在停电时会主动联系的邻居或亲人，也让他们知道过来联系你一下，或者你自己主动问一下，就是上午1通电话，傍晚1句问候，电话没人接就请附近的人去敲敲门会救急一下。对，这是重要。对，所以呢，一台空调只能冷却一间房间，但是一个愿意彼此问候的社区，却可以照顾整栋楼，甚至整条街和整个社区温暖整个社区。对，所以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我发现只要我们对自然多一点敬畏，对身体多一点了解，今天分享的冷敷脉搏点、湿窗帘、自制电解质水，说到底其实都是一种生活的定力。那些看起来很吓人的极端天气，
其实我们是有办法的，把老智慧和新知识结合在一起，把它温柔的扛过去。对，并且很多时候呢，真正的安全感不是靠昂贵的设备给的，是靠就是我们说的这些微小、扎实、彼此照应的生活的细节。古人没有空调，但他们从来不是被动挨热，他们是主动的跟自然对话。所以希望今天这份停电求生指南能帮你也帮你最惦记的那个人多一点实实在在的安全感。对，极端高温让我们重新看见现代生活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坚不可摧的啊。是的，但它也让我们重新发现了有些其实是很重要的东西，比如说爱呀、智慧呀、邻里之间的关心呀、守望啊，从来是不需要插电的。高温天气里面，人家问你一句“你还好吗？”啊，或者你问别人一句这样子的话，从来都不是客套。如果家里就像咱们反复的强调，就是家里有独居的这种长辈啊，或老人呀，或者你认识的朋友住的地方没有空调的时候，请你把我们今天录的这个视频发给他们。对，因为这个都是互相帮忙，一个社区互相提醒。或者你经历过这种高温停电，或者高温但没有空调的情况，你有更好的办法，就是更有效的避土的土办法是什么？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啊！也许你手下的一个好办法、好技巧能帮助另外一个正在炎热中焦虑的人。对，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你有什么建议，你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这个经历，请记得给我们点赞、订阅我们的并打开我们的小叮当，并把这批视频发给你周围的人。对，是的，抵御极端高温，真正值得囤的不只是水、冰块和充电宝，而是在最热、最黑、最无助的那个晚上，我们仍然拥有选择，也仍然有人记得敲一敲彼此的门。愿我们面对越来越热的世界，心里始终保存一处清凉。这里是远方的人间，我们下期再见。下期继续，再见。下期见。